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56分，这里是交易球星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那本频道讲的呢是标准化交易，标准化交易追求的是稳定盈利。本频道所有的内容、行情的分析、K 线的解读，都是绕着这个标准化、稳定盈利的策略啊。所以大家伙儿看我频道 K 线分析或者是标的物分析的时候，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不是猜方向，我的意思是应对策略。什么时候进场，什么时候止损，这个是关键。然后至于行情按照我们的预判演绎了，那好，谢谢。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，那我们就止损离场，有限的确定的亏损，所以无所谓。久而久之，你的胜率不会太高，但是你的盈亏比会很好。每次亏损都是限定的啊，但是每次盈利就是比较可观的，所以你的胜率不用高。很多朋友胜率高了没用啊，没用在哪儿？每次赚是有限的，然后每次扛单亏损甚至爆仓是非常巨大的啊。所以说你胜率再高，一次回到解放前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 Coinbase 4小时基准的 K 线图。这张图呢是刚才我重新做了一个多单，之前100900附近吧，好像是在这个附近做的多单，一直持有到大概是这个位置，止损离场掉了啊，这个位置大概，也就是说吃了这一段。那现在做多呢，同样还是把止损位放在这个低位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们看1小时线啊，1小时线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一个底背离啊，明显的一个底背离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上升通道下沿啊，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什么？在这个位置也有点底背离啊。哪种底背离？价格没能跌破这儿，但是相对不是底背离，对不起啊，说错了啊。关键的还是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沿，它踩住或者是跌破的问题啊。如果跌破，它有可能回调，但我是考虑到什么？这几次的跌破，还有看更大时间级别的，整体的成交量没能上来，所以真正的顶部还是没有出现。然后屡破新高以后，它上方是没有阻力的，这个时候通常主力为了把筹码换回现金，它会出来一个比较高的点位，通常是这样。然后随着成交量的放大，它会慢慢转头往下。但现在这个情况显然整体来看它是没什么成交量的啊，整体还是缩量，那就是继续向上的概率更高。目前看的话，年初我跟小石我的一个学生做过一个视频，大概我说14万左右，或者是25万，完全是胡乱猜啊。但是这个胡乱猜也是有一些根据的。根据什么？根据波动1、2、3，第三浪，1、2、3
4、5第5浪。我们用周线啊，周线的斐波那契扩展，低点、高点、回撤点，大概是14万这个线啊，2倍。高点是在这儿啊，这边是成交量放大的区域，然后这边是 WXY 的回调，第1浪、第2浪、第3浪、第4浪、第5浪延长，很有可能走到2或者是更高， 3.618 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我说25万它不是凭空胡乱出来的一个数啊。看之前的 K 线图啊，你们就会明白，会知道有一个规律。我之前对，在这儿这一张图可以关注我的 Twitter 啊 ，Twitter 上面好几年前我就把这个整理好，放在 Twitter 的置顶。这些仔细看都是干货啊，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好好研究这个市场。比如说最近宗庆后子女争夺财产、信托相关的新闻是一个，还有一个释永信被抓又是一个。这些事儿跟你做交易、做股票、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、判断加密货币市场比特币的走势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具体能量化到影响你的账户、管理你的账户多还是空、增还是减？你能说出1、2、3吗？说不出，你更别说行动做出1、2、3。所以无意义啊，毫无意义。还是什么分析 K 线？为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在这个 K 线了，反应投射到 K 线，这 K 线是活的、动态的。所以说大家伙还是关注什么？关注我们自己的账户，关注我们的进场点位，我们的可预见的风险是多少，把这部分风险管理好，头寸运营好，才更实际一些啊。至于关注博主、媒体、热点，对你的账户实际上起反面作用。我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你的心是一会儿觉得这个行，一会儿觉得那个行，一会儿觉得有风险，一会儿又觉得很乐观，对未来预期。所以你这个心是本来就是摇摆的，更乱啊。忙中出错，乱了，你心就不能静，心不能静，你决策你就会跑偏，谈不上正确理性。那换言之，总结起来，你的果就不可能太好，大概率不会好，只是小猫钓鱼，跟着情绪跑。所以很多人说什么资本市场，无论是股票还是加密货币，它是情绪的反应啊。举个例子，最近纳斯达克一直在向上啊，前一阵川普上来以后，急速的 ABC 回调以后，它一直在向上。那现在到没到顶啊？现在出现了一个顶背离啊，有可能到顶，也有可能没到顶，不知道，因为它是屡破新高。与此同时，它再回跌，这个时候黄金怎么样了？黄金反倒上来了啊！
还有黄金之前，我在这个位置开始多单，这个多单止损，多单止损，多单止损，连续的止损呢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会不会因为连续3单没赚到钱，或者是微亏，导致怎么样？你的情绪波动是不是会很大呀？你反要做空。这个位置我视频我也讲过，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跌下来，那么可以你反手做空，上方止损。我没有做止损，不是我没有做空单啊，原因是什么？还是觉得这个上来的可能性更大，因为考虑到纳斯达克在这个位置已经在连续做顶背离，但有些时候连续做顶背离的时候，它就是会逆着相对强弱指数的指标继续向上，然后走到一定程度，它终于回跌下来，黄金瞬间往上挑上来啊，很快就一根针。所以这个市场不要跟我说你猜行情预判还行情准确，它不是涨就是跌啊，你预判的概率至少有 50% 对错。至于 50% 的对错对你有什么帮助？对稳定盈利没有任何帮助哦。关键还是风险控制。投资交易3要素啊，反复说过，远期、预期、风险的对冲、杠杆的合理应用，也就这3点啊。但这3点你想应用好，对每一个标的物的习性，它内在的逻辑你都要清楚，这你才能心里踏实的对它做运营管理啊。无论是买还是卖，加仓还是减仓，还是利用杠杆。所以大家伙通过这一期视频应该能明白什么叫交易应对策略，总结什么叫标准化交易。UPB 交易修行成长驿站讲的是什么？不是未来多空未来方向，而是应对策略。我这个上边所有的视频啊，没有时效性，讲的都是方法论。有些人把这2个区域从头开始看，仔细看，完了根据实时的行情，这2年来的连续剧啊，你看明白你就知道啊，交易是这么做的，它没有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啊。往往人就愿意听神乎其神一招鲜的那种逻辑，以为他有什么妙招高招。如果他要真的有的话，他就是巴菲特了。但对不起，没有，巴菲特还是巴菲特，你还是韭菜。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沉下来啊，沉下来，先从技术分析从零开始，这里头基本的这些常用的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根据这个实盘，比特币为主的实盘，我这2年期间主要是讲了比特币、山寨币、黄金、原油、纳斯达克为主的这些标的物。所以沉下心来是关键，然后管理好自己情绪，把基础的这些数学明白，学会 K 线分析，然后应对我们的这个动态的市场，无论是纳斯达克、黄金、原油，还是加密货币、比特币以及山寨币等等。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